好，刚讲啊，国民党有3个公投，民进党有2个公投，加起来5个公投。有一种说1个恰恰好，2个有点多，3个受不了，就说最多2个啦。哦，那因为太多的确哦，光投票投半天啊，大家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啊。那现在国民党推的叫反废死跟鞭刑，柯文哲就泼冷水，说有用吗？这个都跟司法有关啊，要判死啊，要判打屁股啊。他说现在司法信任度只有30%嘛。都不相信司法，那你都推到司法去哦，只是被人家嘲笑，这是柯文哲的讲法了哦。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说他要全力阻止5个公投都给你不过哦。我经常说，人民做主的权利在哪里？你们不是说公投就是人民做主吗？怎么现在都不要人民做主了，你做主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国民党跟民众党都单独没有能力让他过半，所以呢，2党还是要谈嘛啊。如果不合作的话呢，你干掉我的，我干掉你的，一个都通不过啊。那另外呢，国民党委员说，民众呢是希望先司法改革，然后再处理啊。那另外呢，这个卢秀燕支持鞭刑，他说有吓阻的作用，可以彰显司法的正义哈。其实嘉宇刚刚讲没错了，鞭刑你修改刑法就是了嘛，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要用公投？就看看民众的反应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刺激投票了，其实它的用意其实是刺激投票了。哦，因为大家太恨那个诈欺犯，觉得我们现在法律太松了哈，太轻了。张立善也说啊，就算公投过了，中央不执行，不是也没用吗？的确了，立法院通过3读的法律，他不公告不执行，你也没办法，不附属啊。好，媒体岛电子报啊做了最新的民调，赖清德死亡交叉，满意的哦比不满意的少1.7个百分点，所以不满意的到了47.6。看到没有？这边有死亡交叉了，不满意47.6，满意的44哦，所以不满意升高哦，原来是降低的，现在不满意升高了哦。那另外呢，尤其是桃竹苗哦，桃竹苗对赖清德不满意的58.4哦，全国是47.6，桃竹苗58.4，那不信任的52.8都非常高，所以桃竹苗是特别不信任的哈。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不满意飙到47.6哦，那他们再分开说呢，你满意不满意什么东西？对台东县长饶庆林这件事情，不满意的高到76.2哦，然后满意的只有19.2，就是人家不过去卖个4家，卖个4家，对不对？你这视讯你要处分人家，那你什么意思呢？哦，所以老百姓还是有心里有一个尺啦。美丽岛电子报最新民调，对民进党有好感的27.2，对国民党有好感的24.2，对民进党有好感的20，哦，所以看起来差不多哦。反感的也都很高，对民进党反感的45.8，对国民党反感的42，对民众党反感的42，对国民党反感的36.8，所以呢，你仔细看，反感度都比好感度高1倍，看一下。今年的民进党跟我现在看到这个民进党非常不一样，所以他们已经长成了他们当年最讨厌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公投是一个直接民意的推动，你知道吗？的代表本来就应该推动。你那个什么闯红灯什么被罚钱，按知道说这个钱是拿去改善交通安全，让以后人不会因为车祸死掉。你被罚这个钱，内心不会那么干的，会死跟那个鞭刑那个哈。坦白讲，我这有一个盲点，你知道吗？目前台湾的司法社会信任度剩下30%，所以在司法社会信任度很低的状态下，要去推鞭刑啦、推死刑。坦白讲，我常会，我就忍不住要嘲讽你，你先改善那个司法的社会信任度再来吧。柯文哲先批评民进党成了当年最讨厌的样子，在评论国民党的鞭刑反废死公投，认为有盲点，应该先改善司法的信任度再来讲。其实我先讲公投哦，公投我觉得国民党的重启核电把它删掉，民进党的罚款也把它删掉，就构成3个。我觉得民众党民众党那这个刚好就是符合游泳龙，我觉得太多也不好。我现在讲的其实是很经过慎重考量了，会死因为核电民进党已经要做了，已经在做了嘛，已经要做了，你都这个干嘛呢？对不对？那我觉得会使国人都反对80%以上，那鞭刑可能90%以上都支持，对不对？这个我们要很清楚，公投其实是为了一个很大的目的啊，为了营造选票，这个每一个党都不要
都不要假惺惺了，那这个是很重要。那民进党这个转移公投，这个就是说你民众党那一直讲错就说离岛或者很多军警他投票很方便嘛，你不要每天说那些台商被中国大陆控制或什么，那是假议题嘛。人家从过去主张这样的时候就摒除了大陆的台商，民进党一直拿来说嘴。那这个罚款，交通罚款，这个其实修改法律就可以不必搞到公投，所以我这个是确切的建议。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最近的一些民调可以显现的，就是很多政党的满意度不高，但是有很多人个人是很高的，像国民党这些选将，我敢保证，每一个县市长候选人的民意的满意的那个都比国民党自己高啊。那为什么会构成这样现象呢？因为我觉得在整个选举里面，各党都有一些操作了。那民进党现在比较吃亏的，就是说。他们执政很多东西随心所欲，尤其赖清德是一个完全没办法捉摸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立法院他提出了检察总长徐熙祥的时候，立法院把他否决。赖清德说：“我才不管你，我找他来代理，你找任何人代理都可以，你怎么可以找一个被立法院否决，这样藐视国会到极点？这个就表示我是要干到底嘛。天底下没有这么不通情理，而且这么恶心的一个总统。”你是故意找一个否决的来用在这里，怎么会这样呢？那当然，他有好几个法律案不附属，或者不公布，这个也是违反整个民主国家的那个。我觉得国民党这次，就是呢，他们有这么多人去美国，应该跟美国人讲，你们以为台湾民进党是一个民主政党？当然不是啊！你把这些例子拿出来讲啊，这怎么会是民主政党？尤其你在国会那些40个议员面前跟他讲，国会议员在。台湾是被赖清德踩在脚下、踩在烂泥巴的，所以这些东西是要去彰显。我觉得当然国民党要有更多的努力的那这一次的选举，921选举，在这个面向了，对国民党来讲，它是有一些优势。这些优势就是民进党很多地方做不好，而且他提出来的选项不是很强，也很奇怪比如说台北提出来他每天讲一些东西都成为笑柄。那高雄从赖瑞隆被提名，没有一个新闻对他是正面的，他始终围绕着霸凌案，然后就完全没办法脱身，你知道吗？本来想着脱身了，结果人家韩国在演一部连续剧《铁拳交易》，他又被拉出来修理3个礼拜，现在还没办法脱身。然后正想说要脱身的时候，行政院又有一个颜慧欣的报告案出来，就是一直整个话题一直绕着他就是霸凌者的爸爸。那这个当然对他来讲，他也是运气不好。但是我们看整个的选举里面，国民党他虽然就是没有执政的优势，可是他在地方上还是有为有所。大家可以看到，刚刚那个民调显现出来，姚金玲，我就是替老百姓请命，我又不连任。那你今天看到民进党那个嘴脸，每个人就去围攻他，这个有什么好围攻的嘛？他就是帮忙卖水果而已啊。那一个卖水果的人，替老百姓讲话的人，被你这样围殴。民进党现在他在台湾的选举里面占的优势就是农业县嘛，嘉义县、屏东，然后台南、高雄，这些地方其实老百姓都看在眼里。你原来对农民是这个态度，你没办法帮他找到市场。赖清德今天还在讲说，中国大陆把农业当作武器，我们应该以日本跟美国为要点。那这个地方你怎么去啊？这个地方很多是要冷链系统的，难道一直用政府来补助，让你觉得更好看而已吗？这个其实一切都不是很实际。我觉得在这次的选举，赖清德他可能要面对非常多的事情。这些事情就是说，万一你在现任的2都调了1都，你还好意思再干党主席吗？那当然对郑丽文来讲，他也有他的压力。虽然局面上好像有一些地方的不错，可是这4都万一不小心调了1都，这个主席大概也干不下去了。任何一个都少掉的话，所有的支持者、所有的党员一定会出来讲都是郑丽文跟中国大陆怎么样，哇，这个是一个压力。那如果是高雄或台南调了1席，对赖清德来讲，你看你乱搞嘛，你把农民都得罪了，配合梁文杰那边讲东讲西，这个一定是这样来做解读了。所以台湾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是用选举来解读。这个选举可能是事后，但是他的对错是非常清楚的。我对所有这些人物都要该警惕。当你做什么事情，最后的报应
然后他绝对在选举选票上最后呈现的，他不会说谎。这个移转投票是非常重要的，我解释了。可是他被民进党污名化，事实上所谓的移转投票就是不在籍投票了。那这个民众党当初在提这个案子的时候，很清楚的已经写了，仅限于台澎金马。就是没有到国外，也没有到对岸去。可是民进党一直在讲说什么，抹红这个案子，就刚刚这个董哥在讲的，他是讲说台商会投票，事实上这个移转投票是没有的，所以我认为说这次如果这个移转投票这是公投过的，然后能够以后会造福很多的这个民众，特别是你如果说你是选务人员，对不对？你然后第二个你是军公教，因为你可能在投票那一天，你本来可能还在工作，那你之前做好这个登记，你就可以用移转投票。甚至学生啊，你看很多学生这个有时候为了要一趟回去，你看时间，特别是那个金钱，对他们来讲是很大负担。我现在就觉得很奇怪，这个是以前民进党的诉求，民进党现在反而怕公投。然后反而怕那个提高这个选票，他反而怕人民受损，这真的是很离谱。像我嘉义以前最有名的民进党的蔡公投啊，蔡公投啊，结果蔡总统以前极力去争取，但民进党去争取公投，结果现在反而他们自己反而去怕这个公投，真的是太讽刺了。好吧，这个民调，再重新解释一下哈，他是说支持饶庆铃的满意赖清德的19.2%，不满意赖清德的这个76.2%，现任郑丽文的满意赖清德的这个15.6%。就现任郑丽文的满意赖清德15.6%，现任郑丽文的不满意赖清德的81%，就是现任郑丽文的81%不满意赖清德，不信任郑丽文的60%是满意赖清德的，不信任郑丽文的这个31.4%是不满意的，他用这样的交叉，休息一下再回来。我做得很细。上个礼拜5、6暴雨，这个内湖呢，这个3小时雨量99毫米，这雨量非常大。现在的气候都叫极端气候，台湾就下雨，欧洲尤其东欧就热死人了，热到他们告诉我都不想活那么热而且都没冷气，餐厅呢大部分没冷气，有冷气的餐厅哇，巴黎挤满了人所以世界这种极端气候，蒋万安到内湖金龙里坐镇指挥说因为内湖99毫米的雨量，说是不是炸出了市政的漏洞，蒋万安被轰那因为有人说你摆拍，他说我摆拍的时候水就退了，我不是在水来的时候才摆拍的，因为记者有说拍个照这样那另外呢是水退了才去内湖视察吗？蒋万安说第一时间有掌握，而且呢主要是灾害应变中心当时就掌握了，立刻就掌握了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议员说呢，这个蒋万安用雨量当借口，什么雨量太大什么雨量超过排水量是放空地下防洪，就是地下防洪没去做。蒋万安说，因为时雨量超过排水系统的标准他说呢，台北的下水道雨水，现在下水道又叫卫生下水道，一个叫雨水下水道，雨水下水道的设计标准是78.8，结果呢，现在下到刚刚讲到99。已经超过78.8，现在预备投入大量的预算，要把这个排雨量提升到88.8，还是不够现在99如果像这样下，就算是88.8还是不够。但是你要知道，雨水下水道这个防洪抽水站花很多的钱另外呢，吴思瑶就狂赞沈伯洋才叫1999，1999是打市政的问题，打1999嘛，说沈伯洋就很厉害从照顾市民的态度到能力，沈伯洋比较像你的市长，所以市长要你选沈伯洋那另外呢说沈伯洋1999比蒋万安更有用，那网络就笑说沈伯洋选市长，怎么都在干一些里长的事情呢？要不要先选里长呢？网络也是故意笑他了游淑慧就说他可以写选市长一根铁条的故事，因为吴思瑶这么赞扬沈伯洋嘛而且呢事实上也是很多这个朋友都讲说，为什么沈伯洋选市长？他提出的政见像选市议员一样，我们看一下。如果到汛期的时候它的水流会很大，只要上游的部分它的时雨量降下来，水在退的速度真的很快。
立委中央和地方实地到内湖南港考察，看上周淹水的地方。那你这种应该是预防在前。29号，立法院财政委员会邀行政院、经济部和北市府一起讨论做法和补偿。第一时间的细胞简讯，然后包括未来防水的工程，觉得中央跟地方必须极通力的合作。补助发放虽然是地方全责，但规范补助上限的水灾灾害补助种类和标准是经济部法规。目前住户淹水救助最高上限是每户2万元，希望有调整空间。只是周日午后又下起大雨，担心又发生淹水情形。台北市长蒋万安和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洋前后抵达内湖风险淹水区，就让蓝议员大酸沈伯洋选举才看见人影。希望沈伯洋今年128之后能够继续这么关心内湖哦，不是选举的时候然后才来蹭灾情。我想也不做任何评论，但是至少环保局我也要帮清洁队员来说说话。但绿营也质疑雨量超标不是第一次，难道都没有预警机制？破百的强降雨，其实不是今年才有，过去从2018年至少到目前为止，都已经是5年6年的时间了。这一次内湖整体的施雨量已经超过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也就是甚至高达到100.5毫米。我们第一时间当然包括各局处来紧急的应变，强调精进防洪工程部件，治水变成选战第一局，要比发现问题和解决能力，也比谁人在那里。永平，前副市长，对，我觉得其实这个瞬间降雨量过大，超越原本设计的防洪标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啦。因为当初台北市在设计每小时最大排雨量78.8毫米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在世界上是很先进的。我记得我才刚去台北市服务不久，那个郝龙斌市长就得到一个国际的排水，就是整个治理水的奖。也就是说，我们台北市的防洪标准在世界来讲呢，都是算很不错的。可是你很不错的，你没有办法抵挡整个地球暖化的速度，以及世界气候变迁空气污染这么严重，然后气候变迁，然后这么极端的部分，在设计78.8毫米的那个时期呢，其实就是78.8是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可想象的不会超过的雨量标准，因为当时最大的雨量大概才在70毫米左右，50、50、60大部分。所以你现在到现在突然一下子99毫米，一下子100多毫米，你要怎么办？那大家当然可以讲说，你为什么不把那个78.8毫米你改成88改成多少？各位知道那个花多少钱，然后是多少年吗？其实台北市在获奖的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称赞好几任的台北市市长，因为各位你要知道，地下排水设施你是要挖地下，然后你是要管线的。各位可以想想看，你现在重新再施工，各方面你会引发多大的民怨？所以我是觉得说，与其你整天聚焦在台北，它其实这个只是不叫淹水，它就是一下子雨很大，然后呢你一时排不掉。可是你为什么说你是不是去作秀啊？那因为它其实它就是78.8，本来就是排的量就很大，你只要雨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它一下就排光了嘛。所以这个远远达不到叫做淹水的问题。那像淹水变成灾情呢，我真的建议大家好好去看一下南部的淹水，那才叫做灾情嘛。台南来一个风灾，淹水可以搞到淹到1个礼拜14天，对不对？高雄各种地区，那个就是真正地下排水道没有做，是那样的情况叫做没有做。台北市这个一下子雨太大，然后它是积下水，然后一下就退了，那这个我觉得来大做文章倒可不必。那当然这一次大家会去讨论说，那到底有没有点人为疏失啊？有没有一些闸门啊？有没有定期清淤啊？有没有怎么样？我觉得人为检讨都是重要的，可是千万不要造谣。包含呢，那个网络上竟然在流传说什么港前大排闸门没开什么的，扯这种谎。港前路根本就没有一个大排，那边全部也都是地下大水道。
无中生有的事情，现在也被青鸟在网络上带风向，我是真的觉得大可不必了。那至于民进党弄沈伯洋的选举啊，我觉得真的是已经不晓得是不是应该用黔驴技穷这个形容词，因为怎么会一根铁条有没有移除这种事情，也说沈伯洋比1999有效率？你这不是很好笑吗？你一个政治人物，你要去作秀，你就看到地上有一个垃圾，你就说我现在赶快就把那个垃圾收掉。那你当然比打1999有效率啊，因为你打1999，它有一个控制时间，它给要求说哪一种情况你在2到4个小时要排除，哪一种情况你要在8小时排除，哪一些情况你要在24小时排除，它本来就有它的一套那个 SOP 跟工序啊，那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你要立刻去摆拍，那你当然可以现场立刻排除嘛。所以我觉得搞这些花边讲一些没有尝试的话，是没有办法赢得选举的啦。真的，我觉得台北市是一个基础建设整体不差的城市，但是这个不差以后，你要怎么样更好？你要让这个城市怎么样更闪亮？怎么样成为台湾更重要的骄傲？我觉得这个才是台北市长该关注的事情。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桃园提一个叫做可负担宅，议会通过了，但是行政院不核定。为什么？说跟我们的社会住宅原则不同。我们社会住宅是只租不卖，这是卖的，什么意思？它的可负担宅什么意思？卖房子不卖土地。就学新加坡跟香港，地上权的。香港跟新加坡为什么？因为英国殖民地土地都收归国有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派多少批人到新加坡考察住宅都学不会呢？因为土地是政府的嘛，所以呢，你只能房子建造有多少钱啊？就算现在豪宅一坪也不过就最多40万吧，最多是我们现在豪宅一坪卖多少钱？200万以上啊，但是建筑费最多一坪就40万、30万、40万，了不起50万了，通通给你，包括什么游泳池乱七八糟都搞在一起了。那为什么卖那么贵？土地，那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因为呢，共产党把大陆拿去以后呢，就把地主都斗争了几百万地主，甚至上千万地主，叫善霸，就是你这好地主要善霸，通通给你干掉，土地变成政府的了。所以呢，大陆你去买房子也是，你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那桃园就是说土地政府的工地，那在上面盖房子，你就买房子就好了。所以可以卖，但是土地是政府的，所以这样的话价钱就降很多，所以叫做可负担宅嘛，但是行政院不给，所以呢，因为地方现在在大选，很担心，哇，这个政见一提出来以后，年轻人觉得很喜欢所以呢，张胜这种喊话，你不要把我们的案子放在冰箱都不动啊，都为什么要卡我们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呢？那而且事实上，张胜在桃园做得不错，真的也不需要靠这个政策连任了，说实话。但就提出一个好政策，不一定不只是桃园做，其他方政府工地很多嘛，政府真的土地很多，以前根本盖不起国宅，先从军眷开始，为什么呢？眷村都矮矮的、破破烂烂的土地啊，所以把它盖成国宅，这土地还是最重中之重啊。那桃园首创可负担住宅所以呢，让大家就25岁到40岁的青年家庭在桃园设籍满1年月薪8万5到12万之间的就可以买另外呢，可以轻松成家，而且可以永久居住所以呢，这样的产权是政府的，可以杜绝炒房那内政部长刘世芳说：“哎呀，这个会再留子孙啊。”桃园市政府说：“这什么再留子孙呢？”这个比较不会再留子孙。他说乱扯一通嘛。那黄世杰就是桃园的这个张善政，民进党提名的了他对手说市政府要讲清楚是什么意思到底中央怎么个刻意的来这个拖延意思就是说就桃园市长也是民进党提名人了他说呢，这个除了中央提出意见，还有学者等等都有疑问，所以很复杂要讲清楚。那现在呢，就是说评论说新北民进党想要抢，桃园要卡，那你没有一个部署吗？你自己要拿出自己的部署啊！所以中央不要为这个事情拖延。我们看一下。我
我们当然希望中央不要有这样的居心，所以我才说，接下来观察是说有在积极的开会审查，还是摆在一边。希望中央不是选举考量，因为为了解决青年和婚育家庭的购物困境，桃园市长张善政提出可负担住宅政策，核心理念去商品化，在议会获得跨党派支持，并且3读通过。不过，行政院在6月15号发函给桃园市政府，指出因为涉及民众权益，而且案情复杂，需要较长时间审查，因此因地方制度法规定延长核定期限。牵涉到了部分，包括还有金管会，还有财政部，甚至是卫福部相关，所以行政院非常高度重视这个部分，每个人都不希望再留子孙。原来是中央还要整理跨部会意见，但刘世芳也直言不希望再留子孙。张善政也反驳，多花一点时间，结果是把它放到冰箱里面都不动呢，还是有继续在开会审查？我们当然希望是后者。那么对于外面有些人担心说这是一个再留子孙的前科不配的，相较于社会住宅。可负担住宅没有财务负担。喊话中央应该积极，但民进党对手也反击，不能够每次遇到公共议题的讨论，就要用抹黑、政治攻防的方式来说，显然就是恶意的拖延。这我们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利用这样子的一个金流的调度余裕，可以加速社会住宅的推动。在地立委质疑根本是刻意在拖，话说得重，在蓝眼里无疑是选举动作。宝兄。这个是到地就地上权嘛，那个其实，在我们这个信义计划书里面也有地上权，就在台北市政府旁边盖起来的，我就看过，还蛮漂亮的哈，蛮漂亮的。他们就号称啊，那个10几年前呢，就号称啊，我这里的话，你看豪宅耶，大概1坪大概50-60万，不到70万，地点很好，地点非常好。那个如果你是有土地的话，大概200万起跳。他那里就是50-60-70万这样子所以这个利益非常好，而且让年轻人觉得我 afford 得起，我可以能够来买房子，而且这个房子呢我就使用嘛，就有一点学中国大陆了，土地都是政府的啊，新加坡也是这样，对不对？我现在来讲的话，比如说他一租就租50年到70年，就看你合约怎么签，还有一个第三者的建商里面他到底负担什么责任呢，什么之类的，所以这里面是有点复杂。这个事情，因为我的选区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华固的地上权的这个建筑，里面住了几百户了，里面有大学教授了，有退休的军官了，水准都非常高，还盖得很新，才几年新，才几年而已。旁边财政部，它得是财政部的土地，然后就是财政部跟他们来共购，来盖起来，那一部分就卖给地方，那地就是只卖房子。可是我们就要注意看哦，这里面来讲的话，如果你是自有的房子，你的自用住宅的税率0.2%，可是如果你现在是地上权的话，那地上权，对不起。地上权的话，就靠2个，一个是税率，一个是税基。就是税基是台北市政府定的，税率是中央政府定的，税率大概就3.5%，所以3.多%。那我就在那里协调。我们提出一个专法，就是地上权这个需要一个专法，怎么样让这2个能够让它维持固定？现在来讲的话，大家说，哎呀，为了什么要打炒房啊？说这个地方政府你怎么那个地税基都没有提高，你的什么这一段都这么便宜这么久，所以它一提高不是前一阵子啊，几年前呢，有的县市一提高100%啊，提高50%啊，好了，这提高的话影响最大就这些，所以它是复杂没有错，可是我相信桃园市能够提出来。说我要做一个这样子可负担的住宅，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地上权的概念。那这样的话，应该老实说，它一定整体规划，包括我讲的那些问题。我讲的那些问题是不仅仅在我的选区，在信义区，在别的区，已经有好几个地方都有产生了一些问题。我相信桃园市应该准备好了，这些问题可以去掉。比如说，他可以讲，在未来多久以内，我的税基不变。那就变数就少掉一个啦，对不对？现在来讲就是税率跟税基，而且它的回购就是回收的
这条件是怎么样？这个桃园市政府把它讲清楚，我想一定可以得到人家支持。我基本上就是说了因为本来没有这个东西啦，要不然就是买嘛，要不然就是租嘛。像这种土地是政府的，房子是卖你的，没有，所以他那个税率搞不清楚。但是我相信慢慢会多了，尤其政府台糖啊什么土地很多，政府土地很多嘛。将来很多学校有没有？学校现在到退场，原来一年生40万个小孩，现在只有8万9万了，那么多学校干嘛呢？这土地都可以拿来运用了。所以我觉得政府要开始好好思考这些事情。来，肖总。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你要讲这种可负担的土地，它当然是一个新的构想。但是台北跟新北，还有桃园，还有新竹，它每个地方的情况，各位要知道现在我们在讲那个房屋土地的问题，大概都是台中以北。在南部反而很少，为什么？因为土地很多嘛。那现在讲这个东西，刚刚世宝兄把它拿来跟台北市比较，台北你现在随便买哪里，只要有土地的都绝对划算，因为它一定一直涨嘛。那桃园的情况我觉得它有些不一样，它的可负担宅当然是张三这一个构想。那因为很多人买房子譬如说台北我们的社会住宅，我们就是只租不卖嘛。现在租金也很贵，你用高价一就知道，非常贵，有的4万多、2万多、3万多、4万多都有。而且它主要是限时间，你只能住短几年，然后你一定要对，就当然是，要不然就被你长期居住嘛。那他的情况就是说，因为他本身房子土地贵，盖的成本又贵，他不能租你便宜所以其实他已经不是要让他觉得说住的人是就是家庭情况比较差的，他已经变成不是这样了。那这个当然你要说用卖的，用政府来卖，那问题很多。过去台北市政府有国宅处，为什么要把它拆除？因为老百姓跟你买了30年以后漏水，他还是要你回来修，你不回来修，民意代表就找上门了，就这么回事。所以国财处干脆就裁掉了。那你今天看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个房子，它很多情况不一样。我觉得张善政这个构想是很好，为什么？其实国际上有很多这样的潮流，包括中国大陆都是这样，包括新加坡还有很多国家这样，因为土地有限嘛。那现在寸土寸真都在必争的这些土地，都是靠近，都是在台北或者新北。那这个地方，你的土地思考就跟桃园不一样。我觉得桃园在现在来看的话，它的土地其实比较充沛的。那今天由政府来掌控，它是一个不错的构想。那当然，因为中央考虑到可能跟选举，因为老百姓认为说，我只要我要拥有房子啊。过去你一直叫我租到最后房子也不是我的啊。这是我们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说家长愿意帮小孩说，我帮你付头期款，你每个月去缴，当做房租，缴到最后房子是你的，20年、30年，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如果由这个来思考的话，其实我觉得中央政府不妨考虑让各地方政府自己去做主张。这个地方自治、直辖市自治法，那他们当地的议员全力去支持的话，也无不可。这个政策提出来的话，民进党在这里更不用选的，你不给他过，你就在阻挡嘛。所以那现在张善政他也不用靠这个会当选了就是可以干，因为他是一个很默默在做事，可是民意的支持度非常高的人。他的对手黄世杰没有人认识啊！我周遭很多朋友问我说：“这个人是谁？怎么没听过？”他就是水利会的他爸爸是水利会的，把他弄出来。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说我们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自治这些尊重都不够，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到处在卡你，这是非常糟糕的。小董刚刚讲台北市的国宅，我那时候在台北市议会当议员嘛，刚好在公务小组，国宅处是我们管的监督的，他永远跟在市场后面，房价这个热烈了，市场房子不够了，议员就开始骂你国宅为什么不盖呢？他就去盖。等他盖好了，几年以后，房地产刚好不景气了，又卖不掉，大家又骂，说你盖那么多空宅干嘛？然后过2年又景气了，又景气了，国宅又不够了，他永远跟在那个市场后面那个国宅处长永远怎么回答？各位议员不要骂我，每个人帮我卖出50户，我就非常感谢了。那个时候买的现在都赚了，对不对？那是一瓶赚翻了，那是一瓶才几万块，赚翻了，那一瓶大概3万5万块了不起。现在国宅的二手屋一瓶都超过100万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民众党台北队成军，说希望支援6席全垒打。
那6个参选人6个选区每个选区1个人，希望都能够选上啊。那另外呢，黄国昌跟柯文哲说，最不担心台北队的议员的选情，不担心。柯文哲洗脸说，我很担心我议员哪那么好选？你不担心，我很担心所以呢，民众党台北市议员陈佑成说，这个柯文哲说你应该去选市长了，选什么议员？就跟高嘉瑜一样，当时他应该选市长了现在已经有人讲了。陈辉文也讲说，民进党提错人了，就应该提高嘉瑜当时我们也鼓励他不要那陈佑成说，哈笑笑就好了那另外呢，这个高雄新北，所以呢，柯文哲说，新北跟高雄这是蓝绿主席的保卫战，如果新北国民党输了，或是高雄输了，位置就可能坐不稳了就是如果高雄输了，民进党的主席就坐不稳了，是这个意思那柯文哲说，新北高雄是蓝绿最终决战的指标。黄国昌说，民众党的关键在竹北市长新竹市已经是民众党了嘛，他们现在争取这个竹北那竹北是台湾这个水准最高、收入最高那房子那边都很新很贵因为什么？因为民众党在总统大选的时候，柯文哲那边平均3党的候选人他拿最高票。那吴锡志说他会坚持到底柯文哲说邱成远出来最好选，所以呢，邱成远原来是代理新竹市长嘛，我们看一下。民众台北队6席选到位。这是我们选举最大的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台北市长候选人，所以我们的阻力跟困境在20到40岁的不一定会出门投票。民众党没有台北市长参选人，大选苦无母鸡。前台北市长创党主席柯文哲开玩笑的说，干脆就让陈佑成来选市长。所以透过这次水灾，应该也要让市政府赶快来优化检讨，单一平台，然后及时通报，这才是问政的。谢谢。我们是应该直接推你去选市长。不要闹！始终台北队是我最不担心的一个4+2全垒打全上，我可以跟大家负责任的报告，是一定有可能会发生的事。不过柯文哲马上泼冷水，他很放心，他一讲话我就很担心的。这是我们的有要主动的方面。而谈到2026选战，柯文哲分析，国民党若输掉新北，民进党丢了高雄，蓝绿党主席的大位恐怕都不保。但民众党自己呢？所以目前如果新北跟高雄照这种能的打法，最后就回到基本盘。那基本盘就大家心里有数，蓝绿的基本盘。所以这2个是目前最重要，但是目前看起来很沉闷，但是最有可能变化的地区。新竹市，我相信高虹安市长绝对应该可以顺利的继续连任。我对于齐凯的胜选，继续的努力也相当的有信心。在竹北市的部分，我们希望跟中国国民党彼此之间的协调，接下来都能够非常的顺利。只剩嘉义市有首长人选，高虹安又尚未回归党籍，竹北市能不能出现重中之重？嘉宇，现在有没有后悔没有选台北市长？我们有更优秀的沈伯洋啦，但是我觉得柯文哲不愧是有选举过的人，他知道你说不担心才是最要担心的。我们选举最怕人说你温雅啊，你没环漏这种是最环漏的那黄国昌呢，就好像一副温大大我们台北市一定没问题，6席全垒打。柯文哲马上就给他泼冷水啦，你说不担心，我就担心了。更何况呢，你说没有母鸡这件事，要陈佑成去选市长，也是在洗脸黄国昌黄国昌新北市长也没得选，然后在旁边虽然是主席，但是台北市长宁可叫这个议员去选，也没有叫你黄国昌。我觉得黄国昌真的很尴尬，更何况竹北市也是一样的道理啊。竹北市柯文哲也认为说，民众党应该要推出自己的人选觉得新竹、竹北过去都是柯文哲民调最高，而且在总统大选里面选票最高的地方。结果黄国昌呢说，我已经跟郑丽文谈过了。到底跟郑丽文谈了什么啊？这个柯文哲说大家心知肚明那所以你看，现在民众党自己内部到底第一个谁是母鸡？你如何去带议员？议员都担心没有母鸡，黄国昌也不是他的母鸡，柯文哲都自身难保了。所以这些小鸡们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二个，柯文哲跟黄国昌之间到底现在是属于什么样的关系？柯文哲一方面想要树立民众党的自主性，可是黄国昌呢一心想要蓝白合不管是竹北，不管是各地的
的选举，看起来黄国昌都一直跟郑丽文保持密切的关系。问题是这样帮得了民众党吗？这也是柯文哲所担心的。所以我觉得发展到现在，对于民众党来讲目前群龙无首，而下一个2028的关键就是对民众党一个考验。不管是这一次2026的议员选情，或下一次的2028蓝白合之间从公投到地方的选举，都还有很多的变数。那信了。其实在你们这样看来，就是说，我们目前看这6席，其实现任4席民众党应该是没问题啦，因为基本上其实，在台北市民众党至少都还有8%，而且加上他们就是现任的都有政绩的有做过嘛，所以应该是4席没问题。重点是这2席确实是蛮关键的。那这2席其实你说他没有母鸡，也是没错啊，没有母鸡啦，但是呢。听说好像他们一直希望蒋万安去站台，因为蒋万安现在是台北市最强的母鸡。那当然，你民众党也想要去拉蒋万安，那也是要看说我们国民党这边愿不愿意放人这也是。那当然，柯文哲他也释放了这2个讯息，他告诉我们说，新北跟高雄这2个关键的地方，攸关于党主席的一个生死战。其实他也释放了一个讯息，就是告诉你说，你蓝也好，绿也好。我是关键的第3席，所以呢，你们要不要跟我合作？你要怎么跟我合作？哪个县市跟我合作？筹码是在我的手上。所以呢，只要一个县市，如果你新北输了，那你主席可能你位置会不会不保？所以呢，他只是释放说，告诉你们，你要赶快跟我谈哦。你们胜负的关键其实在民众党，所以他其实最主要是要释放这样的讯息，对呀。永平，议员的选举我觉得。蓝白要怎么样合作？主要确实症结在你要不要开放蓝营的市长或市长候选人去站台啦？这个变成是蓝白能不能合作一个指标，否则大家各自提名了，其实不要讲什么，你同党议员都要竞争，何况他党的所以这个议员是虽然够细娘啦，每个人都要拼自己的那一席。那至于我觉得蓝白合现在最大的挑战跟困难确实发生在竹北市，因为竹北市呢，国民党已经提名了，而且国民党是用一个公开初选的情况，而提名的现在的出现的这个候选人他的民调呢跟其他2个一起跟他参加初选的差异很小。所以他好不容易击败了，然后你说今天你再去跟民众党提名的候选人再去比拼一次，其实如果赶快做民调，我觉得可能还有机会啦。如果说大家继续拖下去的话，那国民党这个一定不要退。那民众党的那个邱成远，他已经代理高虹安的市长。已经相当一段时间，他在那个区域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了。你说要叫邱成远退，民众党也不愿意啊。可是因为一个竹北市，会不会损害到其他变成民众党跟国民党合作的一个破口，变成大家一直在不愉快呢？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关注的一点。否则的话，你看像嘉义市张启凯之前也在我们节目里面，他一直还是表示，他是赶回嘉义去选举了。对，他还表示蓝白合非常的顺畅啊，他还是一直很感谢现任市长黄敏惠给他很多的帮助啊等等的。所以我是觉得。蓝白合的最大挑战呢，现在大家聚焦在竹北市。那至于说，新北国民党不能输，高雄民众党不能输，否则高雄民进党不能输，否则2党的主席都会受到这个非常大的挑战，这是当然的嘛，理所当然的嘛。肖总，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民众党现在的实力在台北不如以往甚多。他们自己应该心里有数，4席如果能保就已经很不错了。我觉得可能只有2、3席。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们有母鸡的时候，黄珊珊拿26%的选票，可是他们提名8席只上4席呀，就跟黄珊珊的选票相去甚远嘛。那他的这个4席在台北市议会总共61席你连15%都没有啊。你的实力可想而知，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要
要谨慎一点。那谨慎一点跟他有没有母鸡没有什么关系。那时候有母鸡，只是陈佑成的选票高2.5万嘛，好，内湖这边最高票，那是因为黄珊珊在这里当了20几年的议员啊，他一直当他的助理，一直在帮他，他有这个人脉啊，他只是因为这样而已。所以我觉得柯文哲的判断是错误的。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选举时候会有见证。我觉得蒋万安应该去帮台北市的这些白营的小鸡站台，这蓝白合作，而且我觉得那个竹北应该让给邱成远，国民党自己没有远见啊，他们大家都在等说郑朝汪如果不选的话，我们没有人选赢，所以大家卡在那，都一直等郑朝汪先被党中央征召以后，大家的意识就很清楚了，没有郑朝汪，大家都可以选上竹北，那这个其实就是没有远见，你会破坏总体的蓝白合。